大家好，我是哲嘉。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研究所的学长来讲一下，就是 AI 对学术界有哪些帮助。这样，阿姨，我就是哲家的学长。那我就先简单的一下我的自我介绍。我在做相关的领域，就是目前就是做核物理。那之前之前也是有一些模拟相关的经验。那在做核物理，就是在这个博士后之前的时候，也有做过一些像加速器的物理。那整体都还是在这个领域之间这样子兜兜转转。那物理研究在做什么？一般我们就是核物理，主要是分成会有一部分的人做分析，一部分的人做模拟，那一部分的人做测试。那就单纯就是核物理的方面。那整个大领域像是一些做加速器的人，他们可能就没有做这么多的分析，他们可能会有工程上的一些维护，或是一些就是加速器上的一些硬体上的设计，像是要做超导磁铁、做真空腔、做低温的设备。所以，但整个这么大的就是核物理、粒子物理的领域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现在就是回到就是有点像粒子物理，但是因为台湾的团队一般还稍微小一点，没有自己的太多的实验，通常都是跟国外的大的实验一起做合作。那所以这也造成就是台湾方面就是一般都是在做比较像是啊分析啊，或是一些小探测器的一些测试跟研发这样子。那就是从2023年大语言模型，其实甚至更早之前出来之后，AI 开始就慢慢一步一步的，就是进到这些科研的领域嘛。那最首当其冲的一般就会是在做分析这一块。那尤其是粒子物理跟核物理领域，基本上大部分的 paper 的发表都会跟分析有关系。所以其实这算个双面刃吧，就是很大部分都是让它帮助我们去更快的去分析现有的数据，因为其实这些分析的过程基本上会有一套很固定的步骤。那那这个 pattern 在这几年 AI 的发展上，其实会非常好的去做取代，或者是去协助我们完成这方面的事情。那我觉得可以举一些比较实际的例子。我做分析做比较少，但是从一些同事们的一些就是经历，我还是可以给一些分享。像是你会有一些实验室他们对撞完这些数据，那这些数据你们一般会需要去，就是他会先 cook 一遍嘛，因为你一开始出来这些数据一般都是什么电压离子的位置这些东西。那它最后它要转换成物理量，那你会得到一个对撞完之后每一个事件分布的物理量。那只有这个物理量去看你要看的物理，像是夸克在原子核内的分布、动量分布这样。那那其实对于这些研究生跟博士生来说，他们最难入门的，一般会是每个实验室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资料的框架跟结构。那要一开始要先去学习怎么去读这些结构，然后再来就是一套分析的方法。就每个实验室跟每个就是不同的实验室、不同的 team，他们都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分析方法。就是我要怎么样去做这个分析，但其实它都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就是它会不管是什么样的实验，它都会固定的模式。那我觉得 AI 能帮助最大的就是像是如果我从一个实验，像是我从 STAR 去 SFINIS，或是我从去 CERN 的实验 ATLAS 或是 ALICE 或是 CMS，那他们每个实验组在存数据的方式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一般都会有 documentation。那这个其实就会算是一个入门的门槛但我觉得 AI 可以就是去透过阅读这些 documentation 去帮助我们去
很快的去读这个资料，然后进而把这个资料拿出来再做分析。因为那其实资料量非常的大，就每一次对撞的事件，专家应该有经验，就是你有相当多的物理量，你有角度的分布，这个粒子通过哪些探测器，所以它光单一个事件可能就会有几百个变数。那对于很多学生刚入门来说，你要去知道这几百个变数，每个变数在干什么，这其实是非常花时间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是 AI 来说，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文件档处理完，已经告诉就是说 OK 这个变数在干嘛，这个变数对应的探测器是什么，那其实我们就可以不用花那么多时间真的去理解那个 detail。但你还是要大概知道一下，但是你就可以花更多时间去说 OK 我怎么样去利用这个变数去做后面的分析，然后去建构。就是把那些知识学起来要花比较多时间。Right， 你可以先用 LLM 先帮你快速入门，对，然后就可以再快速实做这样。那你之后可以再去看它确实是在做什么事情。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帮助在分析上，而且再下一步可能就是因为很多分析基本上就像之前跟你说的，就是老师会提一些建议嘛，然后这个分析再给学生去做。那基本上学生不会待在一个 group 待很久，所以他可能就是做个2-3年之后，可能题目也不一定会做完，那学生就走了。那或者是这个题目做完，他想不到这个分析方法沿用到别的不同的 data set， 但问题是学生也离开了。这边是说就是如果单纯靠学生自己的 coding， 我们也知道就是大家的状况就是随便分散写几个 script， 然后也不一定都是很能用，然后也没有人知道你真的实际上在做什么。但我觉得 AI 就是可能如果你有一个对程式比较好的架构的规划，或者你花时间去建立这个架构，让 AI 去完成实作方面，因为我觉得 AI 对写程式的这些习惯啊什么都比一般人会好很多，会讲很多注解的什么东西。所以就是让程式变得更好维护，我觉得也是 AI 在分析上可以帮助我们很多的事情。对，这是一个对这个领域来说，就是目前现在，因为这个领域其实很大一部分 paper 的发表，其实学术界就是这样，就是 paper 发表就是主要，就是他不看你的这东西发明能赚多少钱，就是看能不能发表一些东西。那发表很多时候都跟分析会有关系，所以其实那分析这个东西 AI 其实能带来非常大的改变。对，所以的确真的是会有一个我说在未来会有可能在2-3年中会有一个非常大的 improvement， 就所有的分析可能也不会是交给学生来做，就是这些学术界的这些老师们，他们可能就是慢慢会把这些人力啊，慢慢转往更多可能 AI 还没办法做的事情，但是这种传统的分析发表 paper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点子，它就可以请 AI， 然后写一个完好的架构跟规格，让他们去实作出来。对，你觉得在 AI 的帮助下，就是论文产的数量有越来越快？的确是有，的确是有。那个你去看，如果那个澳洲有个很有名的数学家、滑水家陶玄哲，就他很有名，他那时候就特别就是针对，因为连他这种等级的人，就是他拿过菲尔兹奖，那拿菲尔兹奖比拿诺贝尔奖还困难。那连他这种等级的人，在 AI 出来之后，他都大量使用了 AI， 去帮助他做数学上的证明。那跟得上时代。对，就像刚刚说，就是文章的发表，会有很固定的模板嘛。那这些模板其实 AI 基本上都可以帮你处理得非常好，而且它也克服了很多就是像用字的问题。因为对我们来说，AI 不是英文的母语嘛，对很多用词什么的 ，AI 其实基本上可以写得非常的精准，你甚至可以让它去调整它的语气跟口气。那对于大部分的研究员都是这样，当然对最顶尖的那些人，他们是另外一种模式的那种，如果是探到95%左右的研究学者，但论文会有那种什么 AI 侦测率吗？有多少？会有，我觉得会有。但我觉得它一般会是因为变成现在已经变成是说。就像投履历一样，AI 写履历
AI 检测你的履历，就发表文章也变成是这样子，AI 写文章，然后 AI 去检测你的文章。那之前我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是，就是做明泰跟半导体的，他们要去就是要以前传统的方式就是因为你要去检测你材料表面的结构，那就会附上照片。那之前就有人就是去用 AI 生成那样的照片，但结果没有办法去检测出来这个照片到底哪里有问题。所以其实这对学术的那种就是诚信也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学术都是很新的东西啊，他如果要检测你这是假的，就是过去要有一些资料去比对的。对，那如果它是很新的东西，变成你也不知道它到底发出来的真还是假的，我们单纯就是相信它，就是它其实是建立在一套就是大家都信任，就是说如果你能发表，那我们就相信它会是真的。当然后面一定会有人去尝试的去做就是实验，就是跟你一模一样的方式做验证。就像为什么当初那个韩国 LK99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马上就去做啊。如果你是秀恩超导这么厉害，那你能做什么做不出来？就一样的道理，就变成就是说，就是很多时候是人等事后发表完之后再去做检验，就是复制不出来。对，但这些其实也很花时间，因为人家已经因为这个，然后拿到了学位的，而且还可以坚持就是我的独有配方，所以你做不出来。类似，但一般上学术我觉得不太会这样，因为它不太能这样，对，不太能这样，可能就会跟你测到，因为基本上是都要是，因为你能做出来。就是除非它真的是跟获利会有关系，它有专利，但一般来说不太会这样，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学术比较像是 open source 的东西，就是对，所以一般很多时候其实你发表完之后，后面很多参数啊都会附在最后面，或是你可以跟它去索要，对，这是一方面发表的问题，但当然也是会有，就是如果能发表这么快速，代表就是有很多腐烂的文章在整个学术界里面，所以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就是或许就是人们会想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就是去平衡这个发表数跟发表的就是正确的，而且很多时候其实你发表不是只有单纯的实验，你说你对于一个点子，就是你想说我想那个点子，我可以把它发表出来，但问题是对 AI 来说。就是思想的成本就降到很低了，就是它就像个就是会讲话的百科全书一样，就是你问他什么，他就提很多点子给，但那些点子其实都不是全新的点子，很多时候都是做过，然后他把它就是依照你的需求再吐给你，但你就会觉得好像是新的东西，你懂意思？就是那你之前不知道，对，你之前不知道，你只是就是真的没有人可以知道这么多事情，所以变成是说。可能这方面也会是一个问题，就人家你会以为，哎，我想到一个新的 idea，但其实不是新的 idea，可能40年前就有。问题是那个文章读的人也不是很多，所以你就觉得那是全新的东西，你也没有特别去真的再去就是去 reference 或者去 cite 这些东西，所以这的确会是一个我们未来会看到很多类似的问题。就是对我已经看到有一些像是一些像是他们会觉得我提出一个新的 machine learning 的方法，你发现其实也是4年前人家早就是类似的概念，只是就是可能换个数学的表示式或者什么，所以就我们是不是现在做分析蛮轻松的？因为学术界应该不太会有 layoff 的问题。对，的确是，但就变成是就是还是这样会比较难升等，因为就变成一片红海，大家都是做一样的事。我觉得会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大家会慢慢的去改向，就是说，如果你分析做比较多的领域，那可能就是你要更多的人，这些人要去做硬体，就是因为你这硬体跟测试，比较少的人就够了。没有，你要人力，但是说分析的话，对，就变成是。因为大家以前会觉得，就是分析这个题目跟想法有关，学术界很强调你有所谓的新想法，新的 idea，但是对于这些做测试，然后去调整硬体的东西，反而不是这么看重。但是就是你知道，当某个东西的成本下降，另外一个东西维持在那边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会慢慢的往这边跑，因为所有人他都能提 idea，甚至一些硕士生，他甚至都不需要是教授或博士，他都可以。你知道有 AI 你在做一些题目，都可以非常的快，也就是写程式时间只缩短了，我觉得可能10倍都不止。所以我觉得这绝对会是，就是对整个学术界会有，当然就是历史物理、高能物理，
但很多很多领域，像是做凝态啊、长材料啊，做一些表面性质的检测，这种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影响。他们可能影响就是他们的工具的提升，就是 OK， 你现在有 AI 可以帮你在读照片的时候，或者是做模拟调配方的时候，帮你更好的整理，但那并不能帮你真的去长晶体出来，不能真的去帮你就是去做 SEM，就是你还是要人去做，就人会越来越多的去做这些以前我们认为不是太重要的工作。就是我觉得这就是现实，对，这就是现实。但当然也不是坏处啦，我觉得就是这些地方本来就很需要人，只是因为以前对学术界来说，它不是一个能升等的，就是学术界在意就是 paper 发表跟升等，但是它就不是一个能可以让你成为升等的，所以对，俄罗斯。那我觉得就是像可能未来的话，就是更多人，但是这其实像是就是你在学生的培养方面也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希望你现在 AI 都能做这些分析好了，就变成是学生没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些分析，那变成是学生完全没有分析也是人去开规格啊，他又知道他在做什对，但么事情。问题是，你甚至学生要先学会如何去开这些规格。但是如果你可能没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更容易吧，因为之前我们都是要直接写程式，那你可以用自然语言叫它生扣。right，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最一开始入门的时候，你没有稍微先接触一个像杨毅的拖一句哈，就变成你可能要先有一套这种很基本的 tutorial，跟你说这个领域的分析大概是什么样子。应该说物理系它在大学时期没有一定要修程式，然后如果踏入一个需要写程式的领域，那就会有一个门槛的门槛。但的确 AI 可以降低这个门槛，就是变成说 OK， 你可能就不需要真的去就是写程，但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用 AI 写出来的程式，可能也会相对没有那么多加工。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果会程式的人，他可能会希望有这个程式可能未来比较好维护，或是我很常用。那我在开规格给 AI 的时候，就会把这些给 include 进去。那 AI 写出来的程式可能就会比较好，在未来比较好 maintain 比较好，再去做额外的扩张。应该说程式还是会需要去学啦。对，还是会需要去学。你要有一个基本的架构跟概念，当然你就真的不需要真的去 study 每个 parameter 每个因素哪些 library 就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就真的是省很多时间在更多的物品的方面。那现在在学界就是怎么用 AI 去写作 coding 这样？就我们一般都还是像传统，最一开始就是像 ChatGPT 有个 prompt， 然后一边聊天一边提我们的需求，然后最后出来之后复制贴上，就比较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有效率的方式，不像现在很多像 ChatGPT 的 Codex， 那就是可以跟你的，我只知道这个啦。就是可以跟你的编辑会直接帮你写，对，然后你不用再粘贴回来的。对，然后直接去针对你要的区块做修改，然后甚至下 comment， 然后做很多注解，然后甚至帮你，我都好像会直接甚至帮你做 pull request 跟 merge， 对不对？后面这些看你要不要啦。对，好像但主要都是前面那个 agent coding。对，所以但我知道。学术上来说，我相信会这样做的人相对还是少很多，因为就跟刚刚你讨论的一样，就是因为毕竟我们要用程式的频率跟动机不一样，就你们开发出来的东西是无时无刻都要有人去使用，客户要用，我内部的人要使用，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维护，就是你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任何的修改什么的，都是要不同的人去帮你 review 一遍，然后去看会不会跟现有的架构有冲突什么。但是对于学界，你真的只是做分析或做1-2次的模拟好了，如果你这个东西使用频率真的没有很高的时候，这大就是随便，对我当然用了1-2次就好，我是用了3-4次，我能毕业就可以。但我相信比较大的实验团队，像是我之前在 ESD 做模拟的时候。他们其实换了3-4个 framework， 那最后定在一个 framework 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那个 framework
有专门的人去做维护，就是因为它这个模拟它是会需要一直使用的，就是我有新的探测器，新的细节，那我就要去模拟这块。那如果我每一次像我有不同的物理要看，像是我的粒子要怎么去通过这个探测器的时候，它的使用率就相对会很高，所以这种时候就会像你们业界实际上在做的事情，就是会有专门的维护啊，每次在更改不同的 branch， 做工具的人会比较像业界这样。样。对，就会像这样，因为毕竟你真的是要能稳定的使用，然后结果要正确，因为你最后发论文，你总不能说就是谁偷改了某个参数，然后可是做工具的人会是科学家吗？还是会是，因为他要知道，那会专门请工程师来做吗？我觉得他这种，我觉得这就是国外跟台湾的学界的差别。就国外的学界会有很多那种就是他同时物理跟工程都特别好的人对，就是但是台湾会比较偏向就是我会去请。就单纯就是物理比较好，那工程的部分就可能让学生或是一些助理去做就好。对，但国外会有那种专门的会外包吗？外包请人来做？不会，因为基本上没有那么多钱现在有点闹，所以基本上而且很多东西是 open source 的，就是外包的话，我业界应该会用一些业界比较常在用付费的一些博彩啦，就是 open source 的东西应该比较少。所以，但像是我也是一样，只能举粒子物理的例子，就是像 Geonfold 就是一个蛮标准的 open source， 然后一直有人在维护的一套模拟的软体，那就是模拟粒子经过物质的时候发生什么样的物理过程。那基本上这个东西里面的一个 framework 可以签到各个不同的实验架构下面去，就会有专门的人来维护。那美国之后要盖的 EIC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就是专门来维护整个 repository。那我相信有 AI 之后，他们后来就在做整个 review 跟就是你要 merge 你的修改进去 main branch 的时候，就会好很多，就是这方面的协助会比我们单纯就是只是在用 chat 模式下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对，不一样的方式，对吧？但如果只是个人，你想做一点简单的东西，我记得时候在思考，就是你会需要去，因为对于大家来说，就是如果你要更进阶一点，就是像你们业界一样，就是把这些 AI 的功能跟编辑器的功能整合在一起，还有 GitHub 整合在一起，你还是要花一个时间的成本去学习这套东西。当然就取决于个人学习能力的曲线，你可能要花个几个礼拜或1个月去学，然后你真的开始在用，因为毕竟有时候你要修改你的习惯也不是那么容易。对，有时候直接去跟 chat， 然后 copy paste， 然后 run 1-2个 macro， 这个其实更你想快一点，有些结果上是更直觉一点。所以其实这个果真也是很取决于就是对你个人的使用习惯，还有你未来的你怎么看对这个工具对你未来的发展。对，大概是这样。那我觉得，如果工具学起来的话，就算你在走学术界，长期来讲还是帮助很大。的确是这样。但就变成是，就是你真的要，我觉得有一部分问题也是因为，就是对于某些人来说，他已经习惯了某些写程式的方式，所以就是你要改变你的习惯，再去学新工具的时候，也是一个学习曲线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是一直有一个压力在push，就是你要做研究方面的压力，然后方法上就是可能比较差点也没关系。对，就是他的权重就不一样。我会更希望我时间都花在研究上，而不是一直去学新的工具。对，但是对，就像你说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差别。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相信现在的工具可能也不会太多变化，就像你们已经如果在 AI 出来前就已经对这些 GitHub 上的这些管理写程式都很熟悉，那现在其实只是这种工具没有太多的变化，所以就它只能把 AI 更多的方式，就是更多 AI 自动化的方式去帮你完成这套流程。对，但是问题是学界本来他一开始他连想这样做这些事情的动机都不太有，对，所以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的确是个差异啊，是个差异。但我不知道它未来会不会更好，因为的确对于学界来说，就像你说的，就是研究会多一点。那很多时候他都是想要一个快速的想法验证，简单的做个模拟，简单的做个分析，甚至根本就是这个想法不行了就不要了，后面也没有维护的需求。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一个长远的计划，对，那就真的是我觉得这样做会好一点。就是我觉得你说就是有一套完整的维护啊，有很多的空间，对于未来可以加很多不同的模组或是修正，并入不同的架构，我觉得这其实蛮重要的。那你之前在那个法国念博士，他们那时候有开始用 AI 吗？有，就其实就像你在，但我觉得那时候的 AI 跟现在很不一样，就像23年的时候，对，就我觉得应该 AI 很早之前就有，但是你做很多一些影像辨识，或是你去分析的时候，你用一些神经网络计算去优化你的结果，这其实也是一部分 AI，但它就不像现在的 AI 是有点像是你有互动性，但是没有那么多互动性，但它更像一个方法跟工具，就是你建立了一些你的神经网络，然后你要训练的参数input进去，最后23年的时候，那时候应该回答都很差吧？对，但其实23年那个时候 AI 回答没有任何限制，就是它没有道德的限制。你可以问 AI 怎么去抢赢它，你可以问 AI 怎么去做炸药，你可以问 AI 怎么做核弹。他那时候去 GPT、OpenAI 这家公司完全没有去做任何道德上的限制，所以那时候的 AI 我觉得现在也没什么道德。对，的确是之前那个五角大厦，对，但的确是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刚出来的时候，的确大家是有蛮多人讨论这一点。然后，对，但后来慢慢会大家去修正这个部分。然后回到 AI 的部分，就其实在做分析的时候，就像又回到做分析的部分，我知道蛮多老人，他们讲老人不太好，senior 就是 senior 很多前 researcher，辈，对前辈，他们会很排斥 AI，因为业界也是，对，因为他们会认为 AI 是个空壳子，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它里面是怎么做运算的。就的确是，就即使到现在，就是人们已经可以用 AI 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的确真的不知道它的神经网络在里面这些权重，因为太多节点，根本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他们会提出说，如果传统的方法可行，那你 AI 的结果，如果你真的要用 AI，那你应该要先用 AI 去符合你传统方法分析出来的结果，因为传统方法我们知道这所有的细节在干嘛，但是 AI 不确定。那如果你真的觉得 AI 比它好，那你至少 AI 你能做到跟它一样，那你才能说 OK，至少我 AI 能做到现在这个地步，那我能不能再从 AI 再 improve 把结果推得更好？所以这的确很多，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非常排斥 AI。我有个同事就是他使用了神经网络的方式去做很多数据上的分析，然后很多人其实光听到他的方法就先 criticize 他，就是他也不管你结果好不好，就是即使你结果很好，你结果不好，他会认为理所当然，因为那是 AI。结果很好，他就开始 judge 你，说你知道这里面在干嘛吗？到现在也是有一部分的人很不相信 AI，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 AI 推广度其实跟人对 AI 的信任度就是会成。现在如果用 AI 模拟的话，这样是不是也是一个黑盒子？一直都是，就变成是，所以我觉得变成是，就像前面讲的一样，就是人会越来越多的去做测试的工作。那其实你就像我们本来在做事情一样，你本来在发展你的 code 的时候，你也是一步测试，就你要加功能好了，你一定会先测试说，我这样这边写的逻辑对不对？但现在对 AI 来说，AI 等于是完全是从头到尾先把你东西都写好，就是你可能你也就像以前的方法，就是完全乱的套，就你要做测试的时候，可能也不太容易。所以变成是我们要去重新的，如果一定要把这些 AI 混进来、加进来，我们要怎么样去思考，把这些测试的过程，合并进去。对，一次不要叫他做那么多。对，或者是说，就是他在加这个功能的时候，他自己同时也测试一遍，然后把测试结果列出来，然后你去看它合不合你的逻辑，能不能跟你的需求做对齐。我觉得这个还是变成说，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那么相信 AI，就是
人类最后的价值可能就会在这个地方。哦，对。那当然能做到这份工作的人，基本上也不能是随便的人，因为毕竟你也要有一定的先辈知识，你才能知道它出来的结果是不是合理的。所以其实，那我觉得最大的争议点很多都还是很多人并不是这么相信，现在也是哦，相信 AI，但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可能觉得自己可能会被取代嘛，哦，就是会是一个这种心态，就觉得因为人会觉得自己活着好像一定要有你像那种超出疗伤的什么过程，先否定，然后再什么接受，对，就是我的价值如果都这么容易的被取代跟的话，那我还有什么做这些？那他们的疑问当然没有问题，但的确，如果当然，如果你去仔细思考，如果你人在读这些文件都会有错误的理解，如果他的成功率跟你都差不多的时候，那其实完全是可以相信的。对，我们其实不信任，那只是一种自尊上的反射。对，一种自尊上的反射，就是对，但久了到最后一定会，就是这个东西越来越进到你的争议也越来越少。那现在在学术界用 AI 来帮助研究多吗？就越来越多，大家就是越来越习惯，什么东西都先去问 AI。那大概这个趋势从什么时候开始？23年吗？还是我觉得很近？从24、25年开始，22，就也是一样，就是这种。那我觉得其实跟业界差不多。对，就是23年大家都还在否定，我可能做的比我还好。对，然后24、25年开始就发现，对这个东西真的是哇，真的比我对，然后很多是但我觉得这有好有坏。好处就是的确是它可以帮你降低很多工作，我觉得其实科技发展不会降低工作量，但是它会帮你就是做很多整理。但另外一个坏处就是以老板的角度来想，虽然你比较有效率，但是我还是要你做满8小时，那我薪水也不会增加。对，就像，我觉得之前看到有一个描述嘛，就像 PowerPoint 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大家就会觉得，哎呦，我做简报的时间可以降低了，并没有。PowerPoint 出来之后，的确帮你更快速的做简报，漂亮的简报。但老板会叫你一天1个变成1天3个的。对，这就是生产力的暴增，并不代表说你只是就变成你用更便宜、更有效率的方式产出更多的东西，但并不代表你拿到更多的回报。那学界的话就是一样，就在点子上，大家开始很多很腐烂的点子充斥在整个学术界的论文发表上。AI 使用的语气啊，这种它语气也会特别影响你，因为有时候你跟他问说，这可以做吗？就他也会很拍马屁说，这个点子非常棒，然后这是一个就是，GPT 系列它有特别挑，对 GPT 会特别鼓励你。对，但其实这个其实，如果你有意识到这点，你其实是可以把它就是修正它的语气，让它正常的方式跟你说话。那我觉得其实对学界这点并不是到太好，因为很多点子对他来说，它其实只是一个归纳，就 AI 不太能做 creative 的，就是随机性的启发，对它更像是那种更精准的搜寻引擎，就你要什么，判读好了，它把整理好的资讯，你相关的东西全部喂给你。但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更多的去，如果你有一些好想法，那就更多的去看一些 paper 这些东西，知道人家以前是没有 AI 的时候，这些想法是怎么被产生出来，怎么去验证。就是启发好像也可以，就是 A 卷这边有些技能，像有个叫 brainstorm 的东西，就是可以跟他讨论的。的确是，但就是我觉得还是要验证，因为有时候对他来说就是一样，不是情绪性的字眼，你会觉得我觉得很多人会被new idea 这个词给激发他的多巴胺嘛，他就会很兴奋，他就觉得就是但我觉得总是要去提醒自己说，既然你能想得到，别人也想得到，就是我觉得这也是 AI 对于下一个做科研或不管做什么的时代的时候，更大的影响就是说，已经不是取决于你是不是第一个想到这个点子，而是你是不是第一个实现这个点子，把这个东西真的实做出来的。我觉得可能会更看重这一点，因为点子现在如果大家都能 AI 的话，谁都可以来 idea，
嗯，那最重要就是说，你要怎么把这个 idea 更早一步，在别人之前真的做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会是一个未来对真的 AI 时代下最后的结果就会是这样子。没错，好，那今天就很谢谢学长来聊天。开心那我是哲嘉，我们下次见。拜拜。